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在最后的8强战上，2比3，AL 最终没能挡住 T1，这是一场让我可惜但确实没有遗憾的比赛。对于 AL 来讲，这场比赛他们倾尽所有，但确实只能到这儿了。我看到赛后有很多批评 AL 的言论，有说选手也有教练组，我非常理解。其实每年 LPL 队伍输给 T1 都会有类似的讨论。Hope 换个更强一点的 AD， 圣枪哥团前别给机会，Tabi 的 BP 再做得好一点，等等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批评是错的，但我个人是觉得你这样想还是有点小瞧 T1。毕竟站在 T1 的视角 ，T1 也会觉得我哪里做得更好一些，不就3比0了吗？过往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换个叉叉就能更好，其实只是没碰上而已。醒醒吧，兄弟们 ！LPL 没有那么多新人了，实际上出来的4个队伍已经是双败杀出来的了。与其想换人，不如看看被很多人瞧不起的多兰，人家确确实实在关键的第4局带了一波最关键的节奏，帮助队伍拿下胜利。所以不要小瞧任何对手，职业比赛也没有应该。那么本期复盘，我就站在 AL 的视角跟大伙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事情 AL 他们做不到。虽然输了，说什么都像是借口，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 BO5，而 AL 也确确实实尽了他们能做的所有。AL 和 T1 这场是8强里唯一一个打入决胜局的一场。在我个人的赛前脑测里，我个人认为 AL 想要拿下最好就是3比1，在常规内容的 BP 下把游戏结束。而一旦进入到非常规对局，对于 AL 来说是肯定不舒服的。AL 是一个非常努力的队伍，这点大家都清楚。可他们的整个运营节奏是基于理解进行的。可问题是，当对手的体系你并不是很了解时，选手一定会有犹豫和判断失误。而 T1 虽然瑞士人跌跌撞撞，但这个队伍进化的速度和版本理解速度实在太惊人了。所以整个 BO5 两边在 BP 上的攻防都非常激烈，也掏出了很多新东西。AL 这边呢，金戈斯露露、蝎子铁男的大肉上野，包括永安阿罗拉这个摇摆中上。而 T1 也掏了很多非常规变量，冰鸟、梅尔，包括 Owner 的蒙多 ，Carrier 的女明星机器人，包括 Gumayusi 的德莱文，虽然他确实也会，但也很久没玩。就我们站在 AL 视角，很多 BP 是没有办法的。我不是想帮他比洗，而是真的想夸一句 ，T1 虽然也有 BP 比较晕的局，但他们真的很好的利用了选手的英雄池。其实从第2局 Gumayusi 的德莱文，大家都能看出来 ，T1 在整个 BO5 就制定好了压制下路的准备。就正常来讲，第2把是不会有这么极端选择的，什么又是德莱文，又是冰鸟，所以 T1 它是定了一个大策略，只要符合我认为能出的条件，我就整，而不是说我符不符合版本。我个人来说啊，其实对于 AL， 我认为最失败的一把 BP， 其实不是第4、第5把，反而是第1把，因为第1把是全 open 的情况下，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限制住 T1 的下路，同时自己也没有拿得很舒服。这里如果 T1 犯晕不拿维鲁斯，而是给 AL 拿，那这把 BP 我觉得 AL 直接拿下了，因为维鲁斯是拆台最厉害的 AD， 有了维鲁斯 AL 它既有线又有团，但 T1 不是傻子嘛，这里维鲁斯一拿，其实难题就来了。目前的阵容 AL 上路它有线，中路大概率是军事线权，就看临场，所以下路如果 AL 能够拿到有线的组合，那这把运营节奏会非常舒服。但问题就是你拿不到，就 Gumayusi 的维鲁斯加 Carrier 的 Counter Wave， 然后轮子妈和炸弹人这种快速清线的下路搬完后 ，AL 下路它面临了一个非常难抉择的选项。我不是说下路要赢线，但起码打维鲁斯不要输太多，对吧？可问题是 AL 它又有一个前置难题，就是 AL 的打野它是奇亚娜，你打野是奇亚娜，上路挖掘机它是半肉战士，前排质量是很差的，挖掘机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在边线，所以 AL 你很难选软辅去做视野，没法拿 EZ 卡尔玛应对线。而且我丝毫不怀疑，即便 AL 给下路上刺刀 ，Carrier 一样有牌跟你对攻。如果只是为了要线 ，AL 选择日女加镜这个经典组合行不行呢？不行，因为 T1 补一个布隆一样将军，何况镜打团完全不可能处理塞恩，所以这里 AL 一定要拿布隆。可 AD 怎么办？常规的卢布打维鲁斯洛是一样没线的，也是坐牢，而且手短打右边也不好。我把 AD 所有选项放这里，大伙觉得选什么比较好？那 AL 的答案是 EZ， 我觉得这手很差，就这个对线只能说混得住，但对于团战没有任何帮助。而 AL 又是一个立足团战的队伍，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得选女枪，就硬选。我知道打潘森岩雀压力很大，我知道打维鲁斯也是坐牢，但憋出银血剑后，中线就不会压力那么大了。EZ 在我的角度就属于既要生存又想要一些中线，结果是2个都没有。其实这个题难就难在，你不但要解维鲁斯，还要考虑 K 博士的 counter，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第1局一直拿不到资源，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维鲁斯这条线永远被猛推，然后 EZ 也没有什么发育。虽然圣枪哥的挖掘机稳定压制塞恩，但塞恩这个英雄他不怕这些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为什么 AL 他们在第2条龙这里选择了一波看似比较冒进的团战，因为中线一直被压的话，香克斯的瑞兹连带着也会坐牢，而你奇亚娜是不可能发育的，你得当保镖，所以整个队伍都被压制在这个半区了，会越打越穷，你必须通过一波团战去逆转。但这里 T1 步步为营，占据地形，先落位的一边还有一维鲁斯。说实话 ，T1 没人犯病的话输不了。
这里多兰直接找他攒是对的，因为只有把齐亚娜逼离场，后排才能放心输出。而比对着轰前排的话，肯定是 T1 厉害，就一波打烂掉了。后面虽然 AL 防守也没什么大问题，但你没龙，越往后越没有画面。中期就是靠着上中野的基础强度硬撑。但我跟大伙说过嘛，这个版本城墙就是最无脑的赢法。T1 的这个阵容够肉，打团直接落位拿资源就完事了。而 AL 要挤过来就很难。同时 AL 说我先落位，那还是得吃 pork， 就整个游戏过程会非常痛苦。我为什么说第一把输得很吃亏？因为上野被烧的英雄太多了，这就是 T1 它很厉害的地方。常规队伍一定会想出塞恩、小赵这对经典上野，我毕竟搬了巨魔嘛。而 AL 他能接受齐亚娜打小赵，瑞士轮他就打过，但 Owner 这把就是不选小赵，而是潘森。要知道 Owner 此前他一把没玩过，而在 LCK 他的潘森也是4场3负，就打 DK 的时候血 C 过一把，不是说熟练度问题，而是在 Owner 的优先序列里，潘森绝对不算高。何况攀岩虽然经典，但这个版本抓边他不厉害。但这把 Owner 怎么玩的呢？当赵信玩，几乎没有什么抓边的画面，我也不管你挖掘机，我就打团控资源，然后就平推了。而来到第二把，很多 T1 粉丝觉得他是科研，其实不是啊。前面说了嘛 ，T1 他的赛前大战略就是打下，但 AL 的优势是在野辅，所以 T1 会在前3把常规英雄还多的时候，尽可能的烧 AL 野辅的英雄，因为丢了1分，这分 AL 是要直接上大招的。Hope 的轮子妈是绝对底库，在 LPL 是10场100%胜率，又能洗线又能发育，团战后期也有画面，属于完美符合 Hope 打法的英雄，跟嘎拉卡莎差不多，就是选就赢。而这一局我们可以发现，德莱文冰鸟就是继续为 T1 中下拿线权。然后复刻第一把的这么一个战术逻辑，区别只是这把德莱文前期被抓了，他攒猴子做了一个非常规变奏，那这是 AL 战术设计好的地方，而且他们这里先点了一个3角草眼，这个眼不是拿来防 gank 的，没有打野，现在2级会抓这个眼的目标就是看 T1 你下路有没有来点这个眼，而后呢，因为 AL 一直在抓对线，所以 Gumayusi 他没有时间去点眼，这种就是战术设计的好。AL 他玩到自己很擅长的体系时，就会有对应的战术设计，所以游戏的整体节奏也很顺，即便他有什么失误，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很清楚。T1 阵容看着极端，本身就是因为红侧方他们觉得拿一些非常规英雄跟你拼一下也无所谓，属于赢了血赚，输了不亏，而且战术底色是符合他们 BO5 大战略的。这把 Hope 对线也很难受啊，只是 AL 抓住了一些契机，把这个劣势扳回来了。而第3把，当 T1 来到蓝色方时 ，BP 博弈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这里我们一定要结合烧掉了什么英雄来看。现在核心点是什么呢？波比没有了，同时巨魔一直被ban，那么卡莎的优先级应该提高了很多。而 AL 给的问题是，他们把 Nico 和巴德一起开，所以 T1 他就要想，我接不接这个卡莎 Nico？ 对于 Carrier 来说 ，Nico 配什么都能玩，但 Gumayusi 的卡莎确实过去缺点说法，而且这个组合不一定打 AL 能够拿下，下路拿线是 T1 的绝对大战略。这里为什么把 Hope 的飞机办掉？因为 Nico 巴德都开出来的情况下 ，AL 下路拿到 Nico 飞机，那就是绝对的线权。梅维鲁斯、Gumayusi 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 T1 是怎么选的？先拿老黑，目前除了奥恩没有其他大肉上单了，老黑有线打大部分战士也不孬，这个版本先出肉一定不会错。看你 AL 你是拿 Nico 还是巴德，而 AL 拿了巴德后 ，T1 马上抢炸弹人，炸弹人也是 Hope 经典。这里如果 T1 是 Nico 卡莎 ，AL 一个炸弹人加巴德，虽然卡莎也能发育，但线权这块就是 AL 了。从这个逻辑看，为什么 T1 拿炸弹人是很清晰的？团战配合位的锁头，它也有画面，对线呢，它也能有线，都打 S 赛了，肯定没有随便拿的。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AL 如果为了躲锁头硬选侠，那么对线画面就会往 T1 期待的方向走。毕竟侠打炸弹人完全没线 ，T1 只需要补上中野强势的，就能延续第一把的节奏。而即便 AL 拿女枪，甚至说你练了女警，你一样会怕锁头和 poke。这里真正可选的也就是镜了，但你镜一选，你会发现老黑是无敌的 ，AL 没人能处理他。T1 的后2手其实都是为老黑铺路，包括后面再搬拆塔能力强的卡莎与拉扯老黑的蛇女，都是让老黑 C 的一局。所以大伙发现了吗？这把蓝子可以打得很毒，他能吃很多的经济，因为他肥起来确实能 C。这把 T1 的 BP 前排质量就是很高的。塞拉斯手虽然很短，但肉搏能力强。如果 AL 这边真的选什么妖姬阿卡丽，那就是给 T1 前排挠痒痒，你也不会有切后排的空间。而如果选什么会这种 T1 有锁头，直接冲掉香克斯，团战就结束了。可以说 T1 这把蓝色方的 BP 是没毛病的，只是忽略了香克斯的这个永恩，这种 T1 他也算不到。任何 BP 你不可能全算嘛，只能说按照策略去布置和针对。有机器人的情况下，其实 AL 压力很大，因为正面它没有那么肉，需要拉扯，所以这边能够想到永恩，我觉得 AL 真的可以了。永恩的价值呢，在于拆前排和打后排都可以，缺点是吃经济，而这把有劲能撑节奏，阿罗拉又摇去上路的话，也能保证圣枪哥能 free farm。这里 Faker 的塞拉斯其实是一个陷阱位，就如果香克斯他选择你用阿罗拉去折磨塞拉斯，因为确实很好打，然后你再给圣枪哥选个什么鳄鱼，那这把也是直接走的。因为 AL 即便你能赢线，你也赢不了团，甚至为机器人他抓一波鳄鱼，直接 AL 正面就玩不了了，因为每个队伍擅长的点它是不同。
，AL 的优势就在于团战，你对线压出来的东西能压多少不好说，但 T1 这种强节奏阵容，真肉搏起来也完全不会虚拟，尤其是老黑，他只要吃2个头就直接无敌啊，到时候机器人就真的肆无忌惮了。这里摇摆阿罗拉去上，然后拿永恩是绝对的妙手。这把对于 AL 来说呢，最难熬的就是 T1 上中野的强势期了，真的肉搏打得太狠，右边只能拉扯等机会，慢慢去喂永恩。其实中期都有点快崩了，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当后部的线能稳住时，能够放 KO 去游走，那你团战也有指望。其实 AL 它节奏就不会崩掉。这把 T1 他得速龙，因为他们毕竟是 APC 没有 AD， 所以肉搏起来虽然很厉害，可拖到后键永恩起来自然会很难。而 AL 虽然场面很难看，但龙资源拿到了呀，然后他也有一些小节奏，可以说 AL 他能绷得住。接着就是 KO 巴德灵性带队，然后逼着 T1 打了一波这种支援团。这波 Faker 塞拉斯虽然拖了很久，但他先死的话 ，T1 这边持续是不够永恩砍的。然后这波他战处理的也很精彩，3进3出了，属于是你站在 T1 的视角，这把从 BP 到发挥其实没有太大毛病，就是 AL 打得更好。只能说只从这把的 BP 角度，那确实阵容有点堵，但从整个 T1 准备的 BP 逻辑来讲，也确实没问题。第4把是争议很大的一局，也非常可惜吧。我前面也说了，最好就是要在4把里分出胜负。这场我认为他比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搬沙皇和发条，在我看来应该开出来一人一个，甚至你说半沙皇给发条，自己用阿卡丽打都可以。阿卡丽打发条这个对局，不管是谁拿 AL 他都可以接受嘛。前面说了，上一把其实 T1 已经可以出卡莎妮口了，但他们没有出，而这一把能出卡莎混线的炸弹人都没了的情况下，等于是一个请君入瓮。这里也算是 AL 给 T1 出的题，因为 T1 的卡莎体系确实之前胜率不高，我觉得我们站在 AL 的角度这样开也无可厚非的。只是我确实觉得在精气神上应该给香克斯一个亮剑的机会，办 Nico 开2边中路，我认为真的会更好一些。因为这把 AL 它很明显是要摆明打铁桶阵了， T1 摆明就是巨魔不给。这时候我看到很多人说不让他在选 C 的，其实真不是，没英雄了，打野 BP 率前7的英雄，巨魔在班位上，其他的全用了。打到第4把，你真选个纳亚菲利，结这种纯吃队友的大哥英雄，一样玩不了的。AL 和 T1 都是嗅到了版本前排质量的队伍，尤其第1把奇亚娜没赢，野和刺客，你是教练你也不会想拿的。真说给他咱选个能 C 的，我都不知道能选什么可以 C。所以前3手我认为两边其实是能接受的。T1 这边拿到战士里仅剩的还可以的梦魇 ，AL 这边拿到自己很擅长的飞机 ，Hope 除了轮子妈往下就是飞机了，而飞机打卡莎本身不难打，而且铁桶阵选飞机当阵眼，其实 AL 也玩了很多次，只是这把唯一的难点就是你怎么扛 Carry 的 Nico。我其实也是认为 AL 第4手应该出奥恩的，但我也理解他们不选的原因，下路打 Nico 大概率没线，如果多兰再选个战士，什么青钢影武器，奥恩就会很尴尬，加上奥恩打左边，其实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所以在 T1 没有出中上前，让香克斯先出可以理解。但我还是认为 T1 这个阵容关灯放羊配卡莎真的太舒适了，还有一个 Nico， 就 T1 这个 combo 组的太流畅了，你真说 Faker 没有英雄选也不可能的，真配什么威古斯狐狸一样玩。我是真的觉得这里拿奥恩上去抗压，然后再给老乡一个 counter， 如果不是看到妖姬 Faker 还不一定会选维克多，如果是打一些传统法师的话，香克斯甚至可以选卡萨丁，虽然可能上下都没线，但塔坦可以无脑去帮下去保飞机撑前中期，飞机这个英雄其实还是很无脑的，而如果 AL 有卡萨丁这种大核 T1 他反而会有压力。当然从目前的 BP 来讲 AL 也不算差，他有赢点。 T1 这个阵容虽然后期厉害，但中期会有一个时间段很疲软，就维克多卡莎都没成型的时候，而1件套到3件套前 AL 这边蝎子加铁男大肉是非常强势的，可问题就在于你没线权，这把是非常需要3条路中有人能站出来拿线权的，但 AL 出现了最麻烦的情况，就是你不但没线权，你还输刀，而且还输了不少。 Hope 和圣枪哥由于被压太多，导致发育节奏很不舒服，同时中路你也没线，由于上下路都没有压力，我们才能看到 T1 多兰后面的顶级智斗。我只能说不能小瞧任何一个选手，赛前都把篮子当突破口，实际上就是由多兰的这波顶级藏草给了 AL 致命一击。前期这个抓上4杀真的太伤了，这波真的很骚。就 Hope 也不是没有纪律性，他也进草看了一眼的，只是没有想到多兰这么有耐心，而多兰能这么有耐心，也是因为他等到了圣枪哥的 TP， 而且下路线他还很早，这种你就是线权缺乏导致会出现的连锁反应。卡莎2个头还是矿刀，那这个成型速度就太快了。本来飞机有3项后它能有线的，结果这个点直接废掉了。中期 AL 还有点机会给 Hope 喂人头，但偏偏 Carry 这个 Nico 太牛了，就这波本来1件套到强势团，飞机如果打好一点，吃点头，中期会舒服很多的。但 Nico 这个装甲身直接给 Hope 阴掉了，那这种就是个人能力发挥啊。多兰 C 一波 ，Carry 发挥一波，剩下的又很稳定，这局就走了。虽然 AL 的铁桶阵看着很能打，中期能扳回很多，但这种靠着数值硬顶它没有未来。而第5把，我说实话 ，AL 一抢金厄斯还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再看 AD 列表，你就剩这么多了。AL 选择的是按女警和女枪，此时霞和卡莉斯塔还有卢锡安都是短手，单挂非常垃圾。抢金克斯选出来 AL 下路大概率他能有线权。
权，同时不但不让Kuma Yusi拿，我还能够保队伍的后期，它符合 AL 的需求。哪怕 T1 他是霞，艾希他加个列娜塔，那有露露的话，我都可以接受这个对局。但 T1 他就是阅读到了 T1 为什么这个 BO5 这么变态，就是他们对于对手阅读的能力太强了。这点我在当时分析 T1 拿第一届石油杯的时候就和大伙说过嘛。T1 这个队伍他真的他懂对手的流向，就你想干嘛，当他知道以后，他会卡住你。鳄鱼先保上路的线权，然后蒙多一点，两个前排直接顶住。我觉得 T1 如果不拿 AL， 他应该会拿蒙多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英雄了，随便拼多多一下也正常。但确实也想不到 Owner 能突然掏出蒙多，而更难想到的是这个梅尔，这绝对极大的超出了 AL 的预料。就你不知道他打什么位置，你懂吗 ？AD 他能打，中路能打，甚至你说 Carry 拿他走辅助也不是不可能。这个英雄走 AD 位的话，1压2都没问题。所以 AL 只能把剩余的班位给到 Carry 的辅助。其实到这里 AL 的设计就已经乱了，大伙能理解吗？就在 AL 的整个设计里，其实就是希望 T1 选什么卡莉啊、霞这种短手，然后前排质量也不要太高，鳄鱼可以给你，但蒙多他又太肉了。AL 觉得我拿青克斯、露露，即便你选强打线，我起码发育不会落后，但这个女明星就真的没办法了。T1 这把有前排有 poke， 最重要的是有线权。T1 整个 BO5 的设计就是围绕着下路线权拿资源的，而这次 BP 既然这样走，那节奏也无可避免的变成了这些画面。虽然 AL 中期靠着圣枪哥的 TP， 他打出了一些东西，但资源真的丢太多了，而且团战端我感觉 AL 根本就没练过怎么去处理这个梅尔。当然我也看了很多很具体的团战操作分析，包括圣枪哥的吊点 Hope 不敢 A 之类的。怎么说呢？我觉得逐帧分析的背后就是可惜，就是觉得明明差一点，但有没有可能你有变化 T1 也会有呢？我觉得与其讨论为什么后面远古龙团没打赢，不如想想为啥丢了那么多条龙。包括在 T1 的角度，他们这个阵容能够给 AL 拼惩戒的机会其实也是失误了。但我的视角可能拉的会更高一点，就在我看来呢，这些失误就像吃第6个馒头吃饱了，但你不能认为只有第6个馒头才重要。实际上我觉得 AL 作为一个主打整体和运营的队伍，在赛前的 BP 设计，在英雄池的准备上，包括更具体一点的硬实力上面，确实不如 T1， 而 T1 放大了这一点。更残忍的说，那就是天赋，就是 AL 真的很努力了，我真的觉得他们够辛苦了。但对于 T1 这种队伍来说，他们就是可以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练出那么多的新东西，同时打新的体系，还能保持极强的基本功。我知道 AL 练了很多新体系，我也不觉得一抢金克斯或者说沙皇发条全办是什么错误策略，但问题就是 T1 他确实做得更好更自如。Owner 的蒙多 Carry 的女明星 Faker 的梅尔，这些英雄你真的说这个短短的赛程里练了很多场，我不信，但他们就是敢拿，而 AL 做不到这么敢。在我看来 BP 发挥强度这些确实也是问题，但最根源还是实战经验太少了，你实战的抗压能力是不足的。我知道他们练了很多，想了很多，绝对配得上职业精神，但当你面对 LPL 的梦魇，面对 Faker 时，有点过于恐惧对手了，就是不自觉的自我设限，不自觉的出现一些失误，尤其越被压迫的时候。但这并不是选手的错，也不是教练组的错，这个差距其实是经验量的差距。T1 这个班底 Carry、Guma Yusi 加上 Faker、Owner 这4个人，他们第一次携手打世界赛可以追溯到 S11， 到现在4年了。而这么多的历练，除了 Guma Yusi、Faker 这种天生的大心脏不说，连曾经诟病心态不稳的 Carry 现在也能边打边脱衣了。而 AL 呢，即便最有资历的圣枪哥，世界赛也就之前打了2次，今年还第1次打 MSI。而 Hope 自从 S12 的惨败后，就回到下游队伍，好不容易在 AL 重回世界赛。香克斯和 Kill 就更是第1次进世界赛了。就今年 AL 这个班底组建的时候是什么预期呢？争4号种，只是今年的化学反应太超预期，才有了后面更多的期待。而你真正的跟世界飞、跟 T1 这种历史级别的队伍对抗，你的心态不自觉的会处在下风，该凶的时候求稳，该稳的时候凶，尤其是对线上，无论是 BP 还是发挥，我都感觉紧了一点。再有韧性的队伍，在重压下，尤其是输了就回家局这种生死下，你一定会在发挥和 BP 上都差那么点意思。原因就是你再多的训练赛都是无法模拟实战的。我看过一个瓦去 UP 的分享，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同，那就是近在咫尺的悬崖才是锻炼心脏最实在的杠铃片。而 AL 即便打了再多的训练赛，他们的实战经验还是不够，所以2比3的结果我很可惜，但我确实对于 AL 的发挥没有遗憾了，就是 T1 打得更好。如果可以，我其实还是希望 AL 能多一些机会和时间，1年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太短暂了，哪怕你1天当2天用，你还是缺乏足够的实战历练。实战经验与心态，我认为是这个 BO5 最致命的差距。当然，后续 AL 有什么人员变动，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我确实认为，你输了就找短板，然后散队，逐帧分析哪里做得更好，就每年都来这么一次。但别人的班底就是能打个3、4年，其实人家输的也多，坑的也多。Carry 当年 MSI 还选猫被落台呢，那现在不也练出来了吗？我们总期待有那么一个无敌天赋的新人站出来带领我们赛区走向胜利，可有没有一种可能 ，AL 今年告诉了我们，踏实赛训，团结队伍，即便结果不如人意，但同样也能收获掌声呢？当然啊，你是非对粉的话，其实你怎么评价我都 OK， 我也不是绑架大伙，你要宽容。
只是说如果你是 AL 粉丝，今年你有被他们感动到，那么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次失败就对他们脱粉，再给这个队伍一些时间和信任好吗？那我是袁某人，本期就聊这么多了，接下来再评价一下4强的对战吧。